小智仅有的4只雌性宝可梦。1. 长尾怪手、双尾怪手。还是在宝可梦超时代的时候，小智就已经遇见了长尾怪手。当时他因为调皮，就抢走了小智的帽子和小瑶的奖章收集盒。小智见长尾怪手喜欢，就打算把帽子送给他。但熟悉小智的都知道，这是欲擒故纵的老套路了。遥想当年猴怪抢小智帽子的时候，小智可是二话没说就上去要和猴怪切磋抢回帽子，而事情也正朝着预料之内的情况发生。小智这个举动也赢得了长尾怪手的好感，不仅将帽子还了回来，还一直跟在小智的后面。不得不说，野生宝可梦大部分还是挺单纯的，但因为长尾怪手太过捣蛋，小智就干脆收服了他。也因为看了华丽大赛，结果长尾怪手就从此不可自拔。不过雌性宝可梦喜欢华丽大赛也纯属正常。而等到了小智去神奥地区的时候，长尾怪手就偷偷跟了过去。之后在神奥地区，小智还带他参加了华丽大赛。不过在输给小旺后，小智也放弃了这个念头，打算专注于道馆赛。可是在某一次，武藏救了差点失足坠崖的长尾怪手，就跑来找小智借走了他。而长尾怪手也因为参加了华丽大赛兴奋不已。不过在后来的特训中，小光的咏春佑和小智的长尾怪手都彼此羡慕着对方参加的比赛。最后在小旺的主张下，双方互换了宝可梦。到了后面，长尾怪手为了保护小光，进化成了双尾怪手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喜新厌旧的双尾怪手又喜欢上了宝可梦乒乓，甚至选择离开了小智他们。其次换主人，也难怪他会被讨厌了。2. 腾腾蛇。腾腾蛇是小智在河中收服的宝可梦之一，虽然超级愿望篇观感实在不行，但傲娇的腾腾蛇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。而小智的这只腾腾蛇实力也是非常的强，在还没收服前，腾腾蛇就曾因为训练家太过弱小而抛弃了他们。哪怕是在成为小智队伍里的一员后，腾腾蛇也毫不客气地给其他宝可梦灌输这个思想。当然小智收服它也是花了很大功夫，因为无论是哪只雄性宝可梦都抵御不住腾腾蛇的迷人。直到雌性的豆豆哥出现，然后再加上腾腾蛇的有意为之，小智这才稀里糊涂地收服了它。只可惜腾腾蛇到超级愿望篇结束都没有进化，况且小智在河中的表现是真的不行，如果不是真爱，腾腾蛇估计早就故技重施，抛弃小智了。3. 高傲雉鸡。高傲雉鸡是河中地区的家门鸟，也是小智收服所有家门鸟里唯一一只雌性的宝可梦。还是在豆豆哥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被小智收服。当然一开始小智并不知道豆豆哥的性别，直到碰到了腾腾蛇，发现它不会被迷住，这才后知后觉懂得了它的性别。当然高傲雉鸡也并没有过多的表现机会，后来为了交换喷火龙过来的时候，高傲雉鸡就被送回了大漠研究所。如果它不是小智少数收服的雌性宝可梦，或许就更加没存在感了。4. 菊草叶、月桂叶。菊草叶是小智在成都地区收服的宝可梦，也是第一只收服的雌性宝可梦。比起上面这些性格大不相同的后辈来说，菊草叶可以说是非常粘人了，但因为太过于喜欢小智，所以他就很容易吃醋，哪怕是皮卡丘稍微和小智亲近一下，菊草叶都会生气，甚至是离家出走。虽然说后面菊草叶没有再出现离家出走这种情况，但见到皮卡丘和小智睡在一起，他都会从球里出来顶替皮卡丘的位置。当见到小智为了救他受到攻击的时候，菊草叶就进化成了月桂叶。可是后也因为变种的缘故和习惯扑向小智的动作，让小智没少抱怨，也因为这样难过的月桂叶就只能默默地走开。即使后面小智是好道歉，月桂叶也压根不理，直到火箭队送来助攻，他们这才和好如初。最后月桂叶还和小智一起参加了宝可梦竞速赛，战胜小茂并夺得了冠军。或许这对于月桂叶来说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了。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内容，咱们下期见啦。